近日，香港乐坛的传奇人物、知名乐队草蜢的成员之一蔡一杰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他罹患了脑瘤，并已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。这条消息迅速在网络上炸开了锅，引发了无数粉丝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和祝福。蔡一杰不仅公开了自己术后的照片，还分享了一段录音，告知大家他正在积极康复中，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与大家再次见面。照片中的蔡一杰剃光了头发，脸色显得较为憔悴，但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乐观。他头部的伤口长达40厘米，手术缝合的痕迹清晰可见，但正是这条伤口见证了他与病魔抗争的勇气和决心。蔡一杰在文中表达了对家人、朋友以及医护人员的深深感激，这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，让人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温暖和力量。蔡一杰的乐坛传奇与草蜢的不解之缘。蔡一杰作为草蜢乐队的重要成员，自1983年乐队成立以来，便以其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舞蹈技巧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他们的代表作《失恋阵线联盟》更是红遍全中国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回忆。尽管进入2000年后，乐队的人气逐渐下滑，但蔡一杰与苏志威、蔡一智三人始终团结一致，共同度过了低谷时期。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坚定信念，成为了乐坛上的一段佳话。蔡一杰一向都很清醒，穷就努力工作，不会就学，觉得自己不想结婚就和平分手，开演唱会就琢磨创新，给出不一样的东西。他对黑料的态度是蓝里，却永远感谢歌迷。他已经奔六，但粉丝依旧不离不弃拥戴。蔡一杰1967年生，是同组合蔡一智的胞弟，苏志威的好友。他不仅是歌手、舞者，也是演员、主持人、填词人、作曲人。他在香港唱片骑师界还有个 DJ Remus 的艺名。此外，他是烹饪高手、运动达人、YT 博主和慈善爱好者。他还会多国语言。蔡一杰从小帅到大，在中学时代就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，不止很多同年级女生喜欢他，甚至高年级的学哥学姐也知道他。他曾被一班女生围住，被走过的老师问是不是在聊女仔。蔡一杰表示自己没有聊，而是一般女孩子都要同他共进午餐，还说要他快点安排。校草一般的待遇，并没有促成杰仔的初恋。他那时好忙，放学就要出去玩，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。蔡一杰的成长环境很差，他从小在香港观塘屋村长大，爸爸是学校校工，妈妈外出做工。他小年纪就非常懂事，才9岁已知就着火水炉给妹妹炒饭吃，还帮衬父母扫地抹窗、洗碗刷锅。儿时的锻炼令蔡一杰对烹饪产生兴趣，且于成年后2度赴泰国学习，并拿到泰厨的资质证书。蔡家2兄弟都贪亮，爸妈为免哥俩为新衣服争吵，每逢过年都给他们买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同时还会为他们准备新睡衣和红色内裤。后来这个习惯也被蔡一智保留到自己的小家中，但蔡一杰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，毕竟他是黄金单身汉。蔡一杰中学时好想当警察，甚至中3那年已经成功考取资格，但家人反对他从事警察职业。他做不成学校又开学，无奈换校读了1个多月中4，就踏入社会工作。当年不过16岁，机会似乎格外偏爱蔡一杰。同年他参加近藤真彦模仿大赛，竟一举夺冠。2年后，他和哥哥蔡一智及好友苏志威组成草蜢歌唱组合，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出崭头角，受到梅艳芳邀请参与其世界巡演的演出。草蜢与梅艳芳一表演就是15场，师徒相称的4人在当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蔡一杰20岁那年，草蜢与宝丽金唱片签约，正式以合跳组合出道。草蜢入行多年，渐渐闯出名堂，也拿了不少的音乐奖项，但3人收入仍旧有限。
成名带来的困扰是，邻居会带很多同学来看他们。3人最后无奈搬出屋村，身上的钱只够买3张床褥。后来还是程奎安仗义相助，托人为好友送上1张沙发，那是我家里的第1张沙发。回忆往事，蔡一杰表示很想念程奎安。草蜢成军近40年，始终给歌迷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长红至今。而一向喜欢自我突破的蔡一杰，更是热爱学习的猛人，利用各种时机增值自己。2019年，他举办首场个人音乐会，不仅尝试女歌男唱，更苦练多国语言。蔡一杰会粤语、国语、英语、日语和泰语，也能做到日常的简单沟通。他早先还赴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声乐，赴泰国学厨艺。他出过一首日文歌，发音被日本人赞地道。而为了学泰语，他更请教家中的太极女佣。他还一直想学化妆。对于音乐会，蔡一杰从不仅执着于演唱部分，也不强调造型的多变，他想呈现一些大家想不到的东西，音乐的品味以及跟乐手的交流。对于自己的作品，蔡一杰强调诚意好重要，做艺人，容貌、形体的维护特别重要。蔡一杰深知这一点，却表示自己在开骚前并不需要地狱式减肥，因为运动的意识已经融入他的血液，就像平日吃饭和呼吸。不过他也表示，为了避免出现小肚腩，他晚餐会少吃一些，年过半百，保持6块腹肌，30度腰围，2-3个小时的演唱会，基本全程唱跳，甚至在舞台上耍后空翻。蔡一杰的活力和正能量有目共睹。蔡一杰是健身达人，他对健身房每一种器械的功能都了如指掌，每天的健身时间更高达3个半小时。蔡一杰每天游泳一般2000到3000米，跑步是5-6公里，从20出头到知天命之龄。蔡一杰坦言自己从未松懈过，身上有少少多余的肉，他都接受不了，我是死都要贪亮的。蔡一杰笑言，蔡一杰对自己高要求，平时会节制食欲，晚餐只吃蔬果，太饿就来1碗清汤。开演唱会前，他都是谢绝各类饭局的，而且不吃淀粉和煎炸类食物。蔡一杰将练好身形，练好气息，视为一名歌手的职业道德。蔡一杰觉得有压力才能呈现高质量的东西，他不许自己马马虎虎，因为极度自律，他会把压力传导给另外2个伙伴，自然也少不了摩擦。但蔡一杰表示，大家彼此太熟悉，已是一家人，就算吵架都是家常便饭，吵完继续夹菜。争吵也多因工作，比如对舞蹈编排有不同意见，多数时间是2兄弟吵。苏志威比较冷静，有时也会3人一起发生争吵，在演出前表示不唱，当然最终仍以大局为重。而3人亦因性格及特长慢慢形成专属画室人。音乐创作听蔡一智的，生意及财务管理听苏志威的，舞台表现就由蔡一杰拍板。蔡一杰的感情生活罕有报道，绯闻就一大堆，令他相当无奈。他受访表示自己有一位谈了18年的素人女友，后来2人因对结婚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和平分手。对于自己的择偶条件，蔡一杰表示没有特定的条件，沟通和谈得来最重要。他指大家可能被他的舞台表现吓到了，生活中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强，甚至比较寡言。一大班朋友出去玩，他会像个鹌鹑一样坐在一旁。而对于自己被只有男友，蔡一杰表示那些人不关他事，但他唯有不出声，以免愈描愈黑。单身的他曾表示自己不怕孤独，孤独是他的好朋友，让他可以沉淀自己。蔡一杰入行多年，事业经历不少起落，即使遇到不如意，他也只会选择自己消化，譬如通过游泳平静自己。他曾表示自己拥有亮身材、亮容貌、歌精舞劲，上天派给他的差事就是娱乐大家。笃信佛教的蔡一杰不介意人生自己一个人走，他有感人生苦短，只想在未来的岁月珍惜家人、朋友、
工作和时间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。2023年，56岁的蔡一杰出席梅艳芳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，表示要传承梅姐留下来的慈善精神，多做公益事务。他说梅艳芳做善事从心出发，做完也不告诉他人，而自己也有落力做公益，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。蔡一杰当年有机会跟梅艳芳赴外国赌场登台，却拒绝赌钱。他跟罗文是超级好友，经常到罗文家吃饭不说，对方还送他昵称 Mr. Sunrise， 皆因两人一聊就是一晚，太阳出来才分头去忙，一向知道自己做什么要什么的。蔡一杰56岁的生日愿望是每个人都身体健康，世界和平，所有演唱会都成功，祝他梦想成真。